因为财划法被立法院这个改了嘛，哈，主席长就说，反正现在这些大官都跑出来，一个个都哀叫了，说不得了了，明年总预算要重编了，哦，所以你们现在审了半天，重编呢再审还是怎样？哦，那行政院就被说你是不是假哭穷啊？哦，这个单位也说我要砍我的预算，那个单位说我预算要减少，国防预算说要少2000多亿。哦，然后呢，这个卫福部也说他们这个不行啊，很多预算也不够了，等等，反正都不够。那财政部长庄翠云警告说呢，势必增加举债哦。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你在恐吓人民嘛，今年会税收超增5000亿啊。哦，这个李彦秀也特别讲，超增5000亿，而且过去每年都超增嘛，平均一年都这个过去几年平均下来一年多3000亿了啊。哦，那另外呢，宋楚瑜之前讲过了，他当省长嘛，末代省长，他说中央把台湾省政府，因为那时候中央、地方中间还有一个省政府，除了2个直辖市以外呢，这个其他的县市呢，基本上是由省政府来负责。他说中央把省政府的70%资源拿走，因为很多钱是归省政府的，拿走了以后呢，很多事务都交给地方，都交给地方。那就换句话说，你只把钱拿走了，但是呢，很多业务还是地方在做啊。所以我知道有些地方图书馆几年没买一本书啊，根本没钱了，整个中央就更加集权了。所以呢，业务没有接，大部分的资源都给你拿去啊。那另外呢，刚刚我讲卫福部也说，卫福部长说啊，癌症的新药也不能开发的啦，育儿津贴也要减少啦。客委会也说，哎呀，未来没有能力照顾地方了，反正都在哭穷了哦。那国民党说，以后福利政策一样都不会少了，会少什么？哦，还把这个举例给大家看哦。那会减少就是民进党官员贪污的钱，帮劳动部长开演唱会的预算，减少网军侧翼的预算，你把这个减少就够了嘛？哦，那另外呢，这个卓内阁里面的这个女首长了哈，财政部长庄翠云啊，主计长陈淑芝啊，就跑出来讲说不行啊，不行啊，这个钱不够了，钱不够了等等哈。那学者这个黄耀辉是说，你财政纪律要搞好，你看就根本没有搞好嘛，超增却喊穷。我们看一下。114年编列3兆1325亿，那如果删减依法律义务剩下1兆3，那我们这个部分必须删减28%。那这个部分包括国函经费，好2945亿，拨补劳保的经费1200亿。租金的一个补贴400亿，少子女化346亿都会受到影响。之后呢，预算要怎么这个我们必须要再来研究，就是整个是不是相关的要怎么来移，或者是将来要透过什么方式来做一个这个修正。因为现在目前总预算在立法院在审查，那审查如果说有一个结论之后，那公布以后，将来也必须要做修正的一个预算。好吧。没有，我觉得其实我们谈地方自治应该要回来这样讲，地方自治的前提是地方一定要有钱嘛。好像台北市，像本来营业税本来是地方税，中央把营业税拿走，台北市的预算规模一下就从2100亿降到1600亿，其实就拿走500亿嘛。所以这一次其实修法，当初民进党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要求的修法方式是中央只能留60%的钱，40%要给地方。目前现在是7%-3%啊，所以这一次国民党跟民众党联手的修法是6%-5%给中央，3%-5%给地方，其实比民进党当年要求的版本对中央还比较好。所以我其实不太能接受是民进党把所有的法律修正都说这个是亲中卖台啦，这是受到习近平的收买啦。我觉得这样没有办法讨论事情。事实上，如果要照民进党的版本的话，那这样讲起来，不是民进党早就被习近平收买了吗？这太荒谬了嘛！哈，所以回到这个案子，就我们平常所有的福利支出，好，包括老师，或者是回到我们的教育，好，所有的学校的支出，这都是地方政府的支出。好，我们像什么看到什么环保局收垃圾，这些都是地方政府在支出。好，然后像平常我们在盖马路什么，都是地方政府在处理。中央其实是管政策，所以中央其实让地方拥有比较多的资源，地方才不会拼命举债。举完债以后，因为没办法自己财政自主，所以最后只能再去跟中央哭穷。中央因为手上捏的钱，就可以要求地方说，那你要配合我。
不然我不给你钱。这个事情其实在蔡英文的时候或陈水扁的时候都非常的多，说你要配合我，否则我不给你钱，好，我不让你做建设，这样地方自治就沦为空谈。所以这一次财划法的修正其实是落实宪法上的地方自治，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至于总预算要重编，本来该重编就重编，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行政院的官员，你应该今天要讲的是，我不接受，那我今天开始重新要求复议嘛。那你复议过了的话，你就要接受，而不是找一堆官员出来炮轰，这没有意义啊。那你前面该讨论的时候不讨论，该提出对案不提出对案，法案过了以后出来呛虾，这不是民主政治的常态。最荒谬的时候，他不提对案。通常以前各种法案，如果立委案子，行政院会赶快拿个对案出来并案审查嘛。他就是不提，就我现在的版本最好，你叫我改我就不肯改。这个什么态度嘛？来，林涛，赵哥他就说，你给我几个月，然后我们来这个讨论地方财划法。结果3个月、4个月之后说，我觉得现在的版本最好，不要提。所以民进党中央没有中央版，行政院没有院版，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觉得现在最好，完全不调整。我必须说了，这个部分分3个层次哦。第一个，因为我们从2021年我们的超增是4327亿。22、23都是4000多亿，今年可能会达5000亿，所以你今天告诉我说我多了3700多亿要发给地方，那财政说没有啊，会收支困难没有啊，超增是多出来的钱，你多给民众超增了这今年5000亿，请问3700多亿还有1000多亿。在哪里没有钱？当然有钱嘛。所以第一个，民进党对外面为什么现在民众觉得不买单，是因为现在超增是有钱的。第二，他在讲说过去这个省政府的业务啦，因为收到中央做了嘛，所以中央本来要比较多钱的，可是他露馅了。他直接讲说，省政府的业务收到中央总共花了1300多亿而已。我们超增这么多钱呢？我们当时候的版本是要5700亿，就是中央要给地方5000亿。后来我们退而求其次，国民党的版本说那3700多亿已经留了2000亿多给你了，你这1300亿，如果你都做不到的话，给地方做啊。那对于我们在地的人，这个我们讲地方财划法的划分有没有很重要？当然重要。赵哥，我举一个例子，桃园的雨水下水道，如果要达到台北市的这个层级的话，我们还有12%要做。12%，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每一年就是补助1亿。你知道，我问水务局局长，他知道桃园要把雨水下水道做成台北市要多少年吗？66年，做到天老地方。66年呢？可是今天我们桃园多了259亿，我基本上逐年给他编5到6亿，那我5到10年我就做得到，桃园才能真正作为一个直辖市的这个发展嘛。所以我觉得第3个，我在讲，现在很多民进党像陈其迈，他出来讲说不公平啦，不公平啦，重北轻南，对，重北轻南你柯志恩对桃园、对于高雄都没有照顾。如果以现在的版本来讲，你们是0因为现在不想改嘛，民进党的基调是现在最好嘛。如果是现在最好，高雄拿到的经费是0，可是因为改了，所以高雄拿了245亿。总比0好吧？总比这个现在高雄能做的事情好嘛？所以这3个层次，我觉得万本归宗。如果今天民进党真的有诚意要讨论中央地方，你行政院版你退而求其次，你都要提出的版本。可是这2年了，过去赖清德在2011、2012、2017都说要修改地方财划法，可是到你执政，你已经变掉了，你完完全全没有考虑中央地方要怎么发展。就是说，任何的法案制度都要想它的可长可久。不要想现在是谁在执政，那为什么陈其迈他们这样喊呢？虽然你现在说0，中央给他很多钱嘛，他就觉得真好。现在中央集钱以后，那个钱都给我，不会给其他给比较少。但是民进党永远执政吗？这样就不会变吗？所以我常常讲，很多制度要想久远一点，不管谁执政都是这个样子。你是每次想说因为现在我执政，所以我现在分到很多钱，就绝对不能改，绝对不能改。老沈，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天大地大，非同小可。钱动了，事情也动了所以不能说像这个国民党喜欢讲说，超增5000多亿发下来就通通没事了。你要先检讨，第一，这个超增已经2、3年了，3年是不是非超增不可？是不是能够把超增通通放进来通通明年起就不见了？可以的话，那中央地方再照现在的新法再分配，这样才对。你说5千好利好3000，这个没有，这个也不对。我们已经讲很多次，我跟你讲超增，但是他们就不改。我跟你讲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啦，就是如果钱就是这样，然后呢，中央跟地方做的事情当然不一样了如果总体的完成的这满意度或者实质的成效都一样，那变动在哪里？变动在此后
中央的债务会成长，地方债务有的时候也很可怕，地方债务会下来。那总体的债务会不会变？不会变嘛，还是一样。但是你就要很费力，你知道吗？所有的项目都要归零，要重新来，麻烦啦！你知不知道吗？得过且过，就因循照样，跟以前学像，这个一点都没有问题。就是原则上，如果是对，大家都要接受，然后好好干，重新干，一个好机会，让中央跟地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调整得更漂亮。我跟你讲，现在编预算这都乱编一通了。以前就有一个行政李焕啦，李焕当行政长的时候跟我讲说，哎呀，讲什么零基预算，什么零基预算，都是照着去年预算在这边改而已。照理讲不行，要全部重新来啊，零基啊，回到零，重新，哪有那么可能啊？就是反正过去怎么弄我就怎么弄就好了。过去反正所以才会搞到，不要说中央政府总预算，那什么基金里面有那么多藏污纳垢，就这个原因嘛。以前这边就照以前来就是了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民进党说要40抵抗，那国民党在场48人，48人，照理讲国民党也有人不在了啊。那民进党51席啊，那51席都在的话，表决怎么会输国民党呢？就民进党是只有47个人在，民众党退席了，民众党投完自己的财政社会发展就走了，哦，那剩下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拼嘛。那如果大家都出席，国民党人是比民进党多了，但是国民党很多人也不见了，那民进党也有4个人也跑了，哦，所以否则不会只有47人51席啊，所以如果51席都来的话，民进党就赢了，就不会让国民党。所以青鸟在外面哇，在那边哇，这个风雨里面呢，在那边这个声嘶力竭，里面民进党根本就不是全部都在嘛，哦，那当然了这个。有人说了哈，说那个有人跑去找吴乃仁的了哈，那这个结果呢没有啊，结果不是的啊，不是许志杰了，哦，许志杰说我都还在啊，我还发言了，还去感谢青鸟啊，怎么说我去找吴乃仁不在呢？结果后来我们去查证，许志杰在，哪4个跑了？邱意莹、陈莹、杨耀。让我最惊讶是柯建铭也不在，哦，说柯建铭说我本来就有伤啊，但是不回应。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告诉你，哦，那杨耀是说呢搭飞机回选区去了。那陈莹说前一天跟国民党委员陈玉珍冲撞受伤了，去住院了，这不是理由。然后邱意莹说呢身体状况不好，所以提早离席了，哦，那所以呢邱意莹也道歉了，说我身体不适。那陈其迈因为邱意莹选高雄市长，陈其迈说修财政法气得个要死，那邱意莹怎么回事呢？结果他那天没去啊，哦，第2天他就跟陈其迈还这个站在 C 位，哦，看到没有哦，陈其迈在这里是吧？站在 C 位这里，我们很接近了啊，哦，等等啊，就是说这真的身体那么不好吗？那为什么民进党就跑了呢？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民进党，你们不是有51席立委？啊，为什么表决会输48票的中国国民党？那不是演很大吗？直播平台大爆料，黄国昌点名民进党并非真心想党才画法，因为20号晚间快9点正表决国民党的修正动议时，民进党仅47人参与表决，缺席4人中有人还去跟绿营新系大佬吴乃仁参叙。你们今天可以去问许志杰啊，你们对得起被你们号召来在济南路上面吹风淋雨的人吗？我没有错过任何表决，我23点46分还在议场为财划法发言。许志杰否认指控，但他人其实就在立法院，却选择录影回应，而其他人也被起底，分别由总召柯建铭、立委陈莹，至于邱意莹及林岱樺轮流消失。总召，那天怎么没去投票？礼拜5怎么没去投票？我都在现场哦，包括我都有在
发言。我的确后来我因为身体的状况，所以我就提早离席，这个我很抱歉。陈莹也以病假回应，但巧的是被控缺席的邱莹、徐志杰、林岱樺刚好都有意参选高雄市长。黄国昌管好自己民众党的8席就好，现在怎么急着来做民进党的纠察队呢？缺席投票是否惩处？民进党团委正面回应，毕竟现在该担忧的是财划法后续，尤其审议中的总预算能不能继续下去。嘉宇为什么跑掉4个人？其实我想这个整个过程，大家如果有看当天的现场的话，第一个就是说，你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大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场，因为过去立法院都是按表决器，那自从现在蓝白这个大乱斗之后，整个立法院大家这个霸占主席台的等等，没有办法回到位置上去表决，所以黄国昌乌龙爆料一开始他暗示说许智杰没有回去投票嘛，他说这个跑去找吴乃仁等等等，结果事实证明许智杰投票当天就在现场，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没有举手表决，就是因为用举手表决导致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然整个过程中对于民进党的立委来讲，大家都是全神贯注，可是问题就是民众党的立委他在哪里？他在旁边看这8席立委并不是不在这8席立委就在现在就是看说，民进党现在国民党会赢，民进党这个是少数的时候，他就不参与投票。等到民进党如果51席都在，民众党又加入了国民党，这就是现场的状况。所以如果回过头来看，不管今天这4席立委有没有在，我想最后的结果应该都是一样，因为民众党也会加入国民党的投票。所以民进党的立委当时因为身体真的受伤了，所以非常无奈，没有办法到现场投票，也是非常的遗憾跟抱歉。我觉得这想法是说不过去的啦。当天场外有多少人响应民进党的号召，在寒风中坐在马路上面吹着冷风，然后你民进党的立委居然会选择离席，不留在议场表决。好，那刚刚高委员说如果说我们人数真的到了的话，民众党就会加进来投票，确定吗？你知道是这样吗？那至少你们人要在如果民众党已经投完票了，投给他们自己的案子，然后他们也走啦。所以自己民进党的人不来，然后叫着大家在外面吹冷风，你青鸟马路吹风，绿委餐厅喝酒，这讲得过去吗？然后说身体不好，第2天跑去这个参加活动，神清气爽，这我觉得实在对记者讲不过去啊。我觉得这个我想要用2012年当时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他曾经说过，任何一位负责任的总统都不会罔顾地方的生死，这个是赖清德自己曾经说过。我再让大家回溯一下，当时时任就是高雄市的副市长李永德也是要支持财政划分收支法，同时苏治芬他当年讲了一个什么？如果财政划分收支法如果没有通过的话，那这样子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就会是一个君臣关系。那当时呢，柯建铭他当时怎么说呢？他说财政划分收支法永远会是民进党的第一优先法案。结果现在是什么？刚刚好没有投票的，全部都是准备要来去挑战高雄市长的人选。那我觉得在这边我想要直接提一个实际的个案，今天的政治的面向我们通通都不谈，我们就谈为什么需要财政划分收支法。我就来说一下我们民众党委员林国成，他本身他负责的区域是台南、高雄、屏东，大家知道吗？南部有非常多的道路通通都是归中央管，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的经费不够，所以你知道包含到近期我们接到的几个案子是乡公所的案子，屏东跟高雄，他们都没有钱去修路，需要拜托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大家注意台南跟高雄需要拜托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帮你们争取交通部的预算，可不可悲？所以各位绿油油的绿营支持者，你们每天走的道路这些都是靠民众党委员协助你们去争取预算。这一些你说陈其迈到底为什么要气噗噗？为什么这些委员不敢进来投票？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地方真的需要这样子的经费。所以我还是要说今天民进党不能再用时空背景不同之术来去搪塞这一些在外面吹冷风的青鸟们，这些打假球的一些戏码其实真的人民都会看在眼里。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相关的另外一支影片。立法院上周排审选办法、宪诉法跟财划法等3大案，引爆了朝野激烈攻防。修法通过之后，民党立委邱莹也在脸书贴出跟沈伯洋、黄捷等人在鱿鱼游戏英西娃娃前的合照，就被国民党籍的市议员游淑慧发文揶揄说，看起来委员们心情、身体恢复和调试都很不错，果然是台上的演员，下了戏就可以放下，但台下的观众入戏很深，
不能自拔。黄姐发文表示 ，Netflix 选择高雄做《鱿鱼游戏2》在台的唯一宣传点，并回应游淑慧说，那些对于高雄的酸言酸语，反而是鼓舞我们往前迈进，积极的守护家乡，参与民主。好吧，这个伟汉怎么看？因为一般民众在看很多立法院的议题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办法很了解，看不懂这个东西的。但是这个事情很容易了解，就是你反对，但是你不在嘛，这个事情就很容易了解，这个非常重的伤。而且外面还有青鸟。我们刚刚讨论财化法，讨论什么？那个法的细节，但什么新北台南拿少了多少钱，很难听不懂。但是他就一句话听得懂了，立欢旅安国一浪杠啦。现在问题在这里，所以你看到几个这个民进党委员很难跟大家说明，没有错，因为当天混乱，礼拜五一早前一天就已经冲进去，所以不是插卡。他不会留下谁有投谁没投，或许想说反正都举手嘛，好，那怎么知道会算到谁？第二个就是反正也投不赢，民众党的立委，刚刚嘉瑜讲的也是事实，如果民众党立委进来那8席，你怎么算？我们少那么多票，算了，所以你已经提前弃甲了。但是它有一个对差，就是场外的青鸟没有退场，下雨又12度，他们还在撑，结果里面有人跑掉，你就很难跟他解释，因为蓝绿都有。好，就说都有人离开，那你不能讲说国民党加我党54席，他也投48啊，你应该每一个51全部投出来，虽败犹荣，我全部都做到了。但你这时候反而就发现说，你会让地方政府，就比如说台南黄伟哲跟高雄陈其迈，在非常生气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回过头来，你自己立委都没投，那你接下来像邱莹就会受伤。第二个，你民进党自己没有提出财化法的版本，表示你认为现在这个东西是最好的。你不需要给地方任何钱，所以你再回过头来去怪说，谢龙介柯志恩少给多少钱？那他就回过头来，那如果是你的话，你的版本给多少钱？没有版本，你根本连1块都没有。所以这件事情会让大家觉得说，哇，原来民进党并不是真的全力的要挡这个财化法，这会让大家民众产生一个质疑。就像刚刚这个林涛讲的，你现在是0啊，高雄现在已经200多亿了，你还叫什么？不是比原来好吗？那不过民众党因为什么这个案子受到瞩目？就在场的如果民进党51个都来，国民党只有48个，民进党搞不好会赢啊。对，那民众党呢？你说他就会进来投票，不见得，因为民进党为了显示他的主体性，他自有自己的版本，他只投自己的版本，投完了就离场了，他根本不管你们怎么样，你们两个党自己去拼嘛。所以你说，因为他看到如果到时候万一民进党人比较多，他就会进来，未必，你不知道他会怎样啊。我补充一句啦，你刚才点到那民众党8席退在外面观望。那是重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退出去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的2个版本，国民党都不甩，所以投票的结果只有国民党，只有民众党自己的8票，所以那个时候的不爽是不爽到极点啊！就是你不甩我，那我退在外面去观望。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让民进党的这些不在场的人松懈了，因为他们有没有想到这8票可进来可不进来，那关键那个结果完全不一样啊！啊，他们有这么想吗？那些不在场的脑筋都没有那么灵活了。休息了再回来。